志明，我们都知道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一直在突破传统、突破极限，结果现在他今天也把矽谷的传统给打破了。他竟然让他的儿子跟女儿进入到他的辉达的体系里面，真的要弄一个辉二代。结果这辉二代出来之后，我们嗅到一个味道，这可能是矽谷这种 AI 的帝国战又开打的那种氛围。没错，其实眼尖的台湾观众朋友应该会看到，之前黄仁勋来台湾的时候，他的女儿就跟在了旁边。那现在在美国矽谷啊，他们现在这个科技跟这个财经圈，甚至传出来，辉二代已经进入了这个辉达工作了一段时间，而且表现相当的抢眼。这跌破了矽谷的眼镜，也打破了矽谷的一种潜规则。因为以前的矽谷这种高科技啊、有名的这个大公司啊，他们几乎企业老板、CEO 他不会习惯让自己的子女进入他的公司任职，然后或者让他子女跟他们的公司有任何的这个关联，尽量避开，也就是传贤不传子不传女啊。可是黄仁勋似乎打破这样的一个这个潜规则。先讲妹妹黄敏珊好了。Madison 呢，他一开始他是在美国大名鼎鼎的烹饪学院学这种烹饪，学这种有名的厨艺哦。后来他又更到了这个欧洲的法国蓝带学院，黄胜斌也不遑多让。他呢，后来这个毕业之后，他是在哥伦比亚学院毕业之后，跑到了台湾，才特别待了8年。为什么？学中文，爸爸的故乡，他当然要来。而且还开了一个鸡尾酒吧。但是你知道，刚刚我讲说这些富豪啦、大企业公司老板的，矽谷帮的，对，矽谷的第二代。你比如说比尔盖茨好了，比尔盖茨的女儿珍妮佛，她可是马术的运动员啊。比尔盖茨很宠他的女儿，还特地斥资这个巨资啊，在家里附近盖了一个马场，然后让女儿可以充分发挥她的理想。再来，你看看贾博士的女儿Eva，她其实也是这个马术运动员出身，跟她的这个未婚夫男友啊，都是这个学马术运动员。可是呢，后来大学她就开始接一些走秀的这个工作。后来直到现在，她几乎都成为了这个专业的 model 啊，还成为这个 LV 的一个品牌专业合作的代言人。所以你看到比尔盖茨也好，贾博士也罢，他们的小孩其实都是不走爸爸的那一条路。可是偏偏你看，我刚刚说黄仁勋。辉达现在它的 AI 帝国4.4兆元，那现在女儿呢，她是在这个 AI 的它的一个虚拟宇宙平台，那儿子呢也是在 AI 机器人的这个部门，这2个都是目前辉达的这个核心的部门哦。对。而你要知道，女儿跟儿子在2019年先后都到了这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，都算是常春藤学校哦。他去学6个礼拜的他的一个线上 AI 的这样的一个课程。接着呢，女儿跟儿子也分别去伦敦商学院去做那个进修 MBA。那儿子就到了这个纽约大学，也是念 MBA。完了之后呢，女儿她先进去辉达，她一开始是从实习生，然后后来挣到了这个正职的职位，年薪也从10几万元美金到现在已经突破100多万、110万美金到3600多万台币。那儿子呢，后来这个薪水虽然比这个妹妹少一点，也有年薪50几万美金，也就1700多万台币。那你要知道，跟他们合作过，还有朝夕相处，还有甚至开过会的这个同事啊、员工，其实形容他们2兄妹，说女儿也就是妹妹，她比较强势，但是呢，强势当中又有爸爸的这个风格，比如说呢。他曾经在会议当中，他知道有些同仁表现不好，他会毫不客气的直接提出批评，甚至因为看不下去同事的表现，他们在开虚拟会议的时候，他就直接下线，会留下满场会议在虽然是线上会议的一些同事，大家很错愕，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，因为他太投入，同事说他像工作狂一样，他会。非常投入，说完全，他就像爸爸黄仁勋一样，会指出他的逻辑。对，后来他现在跻身为爸爸10几个高阶主管里面的一个团队，是帮爸爸去审核他的演讲稿。他们甚至会到了现场去看那个镁光灯要怎么打到爸爸的身上或脸上，让他呈现更好的效果。而他自己也曾经在辉达公司员工的这个 GTC 大会里面崭露头角，上去做演讲，然后可以开场演讲，他有爸爸的风格。你们都听过我爸的演讲吗？演讲到最后还会说，我们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去逛夜市好不好？就大家会引起很双向的 feedback， 你知道吗？而哥哥算是一个低调的人，会听人家的心声。所以你看，2兄妹在辉达已经激起不一样的这个涟漪，甚至黄仁勋都说青出于蓝更胜于蓝。显然他似乎也有意让这样的一个接班模式啊，在这个辉达当中创下不一样的角色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耀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